累死我了。哎呦，睡了？睡了。因为火阳乐它有安神的作用，吃了就容易睡着了。如此便好。白天我见到出钱姐姐了。是吗？她变了好多。你想啊，这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出钱掐的是六皇子，要帮他处理各种事务，想要变得简单，是很难喽。我犹记得，当年和姐姐一起在院子里，和我谈论什么是爱情。姐姐说，就是陪伴着爱的人，一起做他想做的事。这爱情啊，可能就是各有各的样子吧。所以啊，还是我们这样做普通老百姓的最好。那是。安大哥，我师父他得了什么病啊？为什么总是好不了？你师父的病能控制到这样，就非常非常非常不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因为他套我话是吧？说了以后有机会跟你说吗？每次都说以后，到底为什么以后才能告诉我？现在说不好吗？我现在告诉你了，你能帮他解决什么？我……而且你想象一下，这样一个画面，你师父如果真的知道我告诉你了，他那个性格，绝对能一剑就把我刺死。而且他那个智商，我这个智商，我还是别出卖他了吧。生命安全毕竟是最重要的。我师父是不是中了妖狼之毒？我去帮出彻盖被子啊。喂！如今赵丞相的欺君叛国之罪已成立，父皇对二皇兄的信任大大降低了。今日在朝堂之上，微臣都发现，皇上有多器重殿下。我希望你能说服出彻来帮助我。殿下应该知道，他不可能愿意的。我不相信，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那是殿下不了解他。他狠起来，谁都不在乎。易洛，他不在乎吗？启禀殿下，礼部侍郎李怀柳有要事禀报。叫他进来。是。礼部侍郎李怀柳叩见景王殿下。免礼。谢殿下。初大人也在，下官有礼了。什么事让你如此着急告知本王？看来你必须去找一趟出彻了。你又打算来替六皇子当说客？我此次前来，不是为了让你辅佐六皇子，而是为了国家大义。此事我并不想掺和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你必须帮我和出钱。我凭什么必须帮你们？若你不帮我们，二皇子一旦谋反成功，所有人都会因此丧命。二皇子要谋反，
二皇子会在明晚子时动手。二弟，我想你不是不明白，二皇子一旦谋反成功，你那徒弟易洛将是第一个被追杀之人。毕竟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我们拿下赵丞相的第一步。四皇子手握重兵，如果我们能劝说他前去护驾，那么以二皇子的兵力，无非是以卵击石罢了。带兵护驾，那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所有的功劳都拱手让给了四皇子？没有皇上的虎符与诏书，谁都不能随意调兵，更何况是带兵进攻了。日后如果四皇子进京劝说二皇子，美其名曰清君侧，有大功必有大过。日后当二皇子一事逐渐平息后，皇上不定会怎样揣测四皇子的动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将此事加以利用，皇上日后必定会陷入惶恐不安的情绪当中。因此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让六皇子不要在皇上心中留下丝毫的印象，无论是好是坏。还是你看得透彻。你去转告六皇子，定要护洛儿周全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先告辞了。明日，我让初浅带你和简儿出城避一避。出城？这是为何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到时候你自会明白。可是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放心，我会没事的。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照顾妹妹和简儿，好吗？停一下！官爷，出城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去乡下探亲的。这不老家来信说呀，老母亲身体不太好，你看这天还没亮就往回赶呢。你这个……官爷，您看，您来通融一下，您行个方便啊。过去吧。哎呦，谢谢您了，谢谢啊。站住！回答我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办？一开口就露馅了。不，官爷，官爷，这是我弟弟，你就看在他是个哑巴的份上，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啊，哑巴？是个哑巴。你看我这两个弟弟啊，生得这么俊俏，这可惜了，都是哑巴。我怎么觉得有蹊跷了？官爷，您还不信我不成？来人，给我上去，把他拉下来。官爷，住手！见过楚大人，见过楚大人。你们就是这么办差的，随随便便欺压百姓吗？楚大人，我是守城的官兵，张大人的手下，您不能处罚我呀。你们张大人若是知道，他的一条狗今天试图咬本官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？带走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楚大人！本官管教不严，惊扰了各位小兄弟。报刑。这。
姐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金野宫里要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二皇子要谋反了。那我师父怎么应对啊？六皇子要去护驾吗？你师父呀，出了一个一逃三世借势杀人的锦囊妙计。一逃三世？皇位呢，就是那个逃；皇上、二皇子、四皇子就是那三世。我的祈宴啊，都可以不用趟这趟浑水，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搞垮那个二皇子。一场血雨腥风的皇权之争，为了欲望而骨肉相残，在初浅姐姐的口中，却如此云淡风轻的说出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整件事情不但没有让我如释重负，反而似乎更加沉重起来。四哥，淑清见过四皇子，请坐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为师父祈祷，为希望皇上祈愿一切顺利，和天下百姓苍生祈心祷。想事成。九皇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不容易才找到皇草，巧了，简儿也在。想必这位姑娘就是出家二公子的宝贝徒弟了。看到你们，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奶娘，把简儿抱回去。是。有什么话还是回京说吧，我等妇孺之辈，您说什么我们也不懂。不懂？昨夜二哥兵变，这么大的表功机会，四哥一个劲儿的往前冲，六哥却没凑热闹。我就说这不是我六哥的性格呀，原来是有出家二公子在背后当军师啊。我还是听不懂你说什么。小弟此行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想请六嫂跟我走一趟。做梦！哎，这位姑娘，你先别动粗。六嫂，你也别害怕。你看，我们这么多人保护你，你安安心心的跟我们走，我保证你安然无恙，如何？这么多人对付我们3个女人一个孩子，您还真是别有用心啊！我再怎么别有用心，也不及我六哥吧？这么多年经营的春秋大梦，让尔等坐收渔翁之利。这么看来，你二哥定是谋反不成了。九皇子，就算你把我们抓起来全部杀掉，也依然改变不了二皇子叛变的事实，反而加重了你的罪。但你若是把我们放了，也许我师父还能为你求情，说几句好话，减轻你的罪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的话，我能相信？哼！现在我只有把你们都掌握在手中，他起宴才能老老实实的听从我的指挥办事。你醒醒吧，这一切都是徒劳。好言相劝你不听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哼，孺子不可教也。快进屋。
全部退后！师傅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洛，冲锋之帅不能起毛雨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垂死挣扎？洛儿，齐安呢？齐安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关心齐燕？快去备马车！把九皇子给我拿下！洛儿。还不行。醒了醒了，安大哥，你可算醒了，知道吗？你睡了3天3夜。我师傅呢？你师傅去初清那里了。二皇子叛变之后，还有好多事要处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的衣服谁帮我换的？哦，衣服是你师傅给你换的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也不拦着他呀？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啊？行了，什么叫怎么做人了？你以后早晚还不是你师傅的人。谁说的？你别乱说，我和师傅清清白白的。我没说你俩不清白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你了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？你这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！你师傅那个怪病，什么病啊？是不是中了妖狼之毒？你看我这张嘴，你看啊，你不可能一辈子都陪在他身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告诉我以后，我能够更好、更用心的照顾他，对不对？而且，咱俩是一个阵营的呀。安大哥，你说了，那是真的为他好。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跟你师傅说是我说的。当年师傅带我们10几个孩子外出游学，我们在山里遇到了巨狼，所有人都被咬死了，只有我、出彻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逃了出来。但是出彻为了救我们，被妖狼咬成了重伤。原来妖狼传说竟然是真的。后来我们跑啊跑啊，在山中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，里面住着一个很老很老的太爷爷。那个太爷爷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的是妖狼，若是被它咬中，会染上妖狼之毒。人若是死了，尸体会消失，但若是能苟活于世，轻则疯癫无状，重则痛如焚身。那我师父染毒重吗？很重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其实那个毒是可以化解的，
怎么化解？在九溪山上有个山洞，里面是无数毒虫蛇蚁，可以化解这个妖狼之毒。但是过程十分痛苦，非一般人所能承受。曾经有人中了毒进去，但是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来。当年你师父在里面待了2天2夜，出来的时候身上全被咬烂了。我师父身上的伤，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所以，你师父为什么性子淡漠，你也知道了吧？其实，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现在没办法，他必须淡漠，淡漠到连杀人都可以不眨眼，他才能保住性命。还有一个人也染了妖狼之毒，但是却活下来了。是谁啊？是当年的金鼎官纪行元大人。当时我看到他那股子魄力，我就知道，哇，这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但是事后好像听说他们一家子就都消失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唉，可惜了一个好官啊。原来我爹也受过妖狼之毒，怪不得他2、3年出去一阵子才会回来，每次回来都憔悴不已。那他们会变成妖狼吗？传说当中会，但是我没见过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啊。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不能沾荤腥，所以还要挨一阵寡淡日子。安子怡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师父的病是怎么来的。他这个人啊，总喜欢夸大其词。你不要全信他，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师父，你会变成妖狼吗？你怀疑我？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瞒住我，但是我也相信师父不会滥杀无辜。我是中了妖狼之毒，但我不是妖狼，你信吗？我信。那就够了。师父，有时候呢，把自己的痛苦暴露给洛儿看，并不会让一切变得更糟，反而以后多了一个人可以分担，这样师父的痛苦就只剩下一半了，不是吗？身上的伤还疼吗？疼。对不起，来晚了，让你受伤了。
我答应过你，出城以后要保护好出钱姐姐和简儿的呀。我做到了。可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很自责。我知道，你对我这么好，都是因为当初你对我爹的承诺。不是这样的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许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那师父，你喜欢洛儿吗？不喜欢。哎呀，果然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是离不开，是一辈子都离不开我的洛儿。你不用这样安慰我。我没有在安慰你。那你就更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但是你又说了你不喜欢我。傻丫头，我说不喜欢，是因为这2个字太浅了，根本承载不了我对你的感情。那你说是什么样的感情？是爱。你爱我？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？就是不想被你感觉到，所以我才会一直努力地克制自己。但现在我不想克制了。等我帮你查清你家灭门案的真相，我就娶你。好。你要多休息。来，在师父怀里睡一会儿。夫人，保护老爷夫人！这可是何时好啊！迟早回来。参见景王殿下。怎么样，新上任的丞相有查到什么背景吗？这个新丞相口风倒是很紧。自然是的，新上任的丞相都是父皇身边的人，父皇最近疑心病很重，自然不会对咱们透露什么消息。其实，在朝堂之上已经有很多我们的人了，所以殿下大可不必担心。
毕竟这商议太子之事，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定下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要纳妾了。纳妾？是哪家的小姐？户部尚书齐大人的女儿，齐齐。那此事出前，他知道吗？出前他知道了一些。哥哥也在，我给殿下炖了一碗参汤，来补补身子。放那儿吧。你们慢慢聊。你还好吗？齐言现在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了。你要知道，六皇子是要当皇上的人，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还能做些什么呀？哥，你教教我吧。听闻丞相的夫人特别喜欢收集玉器，如果你能替他笼络丞相的心，也许他能够对你刮目相看。照顾好自己。